这个荷尔蒙爆棚的男人是个狠角色，抬腿一个腾空飞踹就踢得对手不省人事。太极手中的长刀轻轻一挥，黑老大就人手一出，黄金左脚一个大力飞踹，幕后主使就撞破了屋子。他的神之右脚更是犀利无比，吴京都挡不住，被踹飞老远。他就是英国最猛的男人，战神斯科特·阿金斯。他在电影《叶问4》中与著名的打星甄子丹、吴越都有着精彩的打斗戏码。第一段是斯科特与吴越的大战，飞身正蹬踹，搂膝咬步。太极拳讲究的就是拳来手拨，脚来手搂。吴越在交手的一瞬间，弓步摆开拳架，在对方踢来的同时，左手借对方的力，同时身体拧转，腰胯发力，重心前移，随右掌向前推出。吴越的这次反击包含了好几股力量，这种将不同的力道整合在一起的技巧，也被称为内家拳中的整劲。飞身越步右冲拳，就前面的交手可以看出，片中的斯科特出招凶狠，但技巧不足，而吴越的应对方式，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接化发。而所谓的接化发，就是太极拳概念中的接化打。侧身高扫腿，转身后高摆。太极拳踩字诀锁住腿锋，列字诀扭转其重心，靠字诀背肩发力，以肘靠出。这段博弈，吴越是把太极推手的踩列肘靠司仪劲法发挥到极致。斯科特从交手到现在已经被连摔2次。这里有必要说一下，一个人如果被连摔2次之后，基本就无力再战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，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战场上徒手搏击技法历经千百年经久不衰的，只有摔跤技法。摔跤的伤害效果相当于全身与钝器相交，无法通过自身硬扛，只能通过技巧尽可能降低技巧。斯科特屡一打挺迅速跃起，斯科特越步冲拳，吴越下前拦腰肘，拉手正蹬，箍颈抛摔，左蹬一根。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斯科特的实战经验丰富，处于被动状态中还能下意识反应护住要害，不然吴越这一脚会直接结束战斗。注意看，在刚才吴越的箍颈抛摔中，吴越首先向左下方发力，斯科特为了防摔，自然会向反方向发力，同时吴越突然改变力的方向，就这样吴越完成了实际上的借力打力，反身挺腿击肘，左右组合摆拳，野马分鬃，弓步前推掌。斯科特也经验老辣，利用四肢形成支点降低伤害，单手撑双飞踢，这个动作的难度超级高，吴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吴越双掌化掌为拳，太极拳中掌为阴，拳为阳，意在阴阳相交，刚柔并济。冲步右摆拳，挑臂格挡，野马分鬃。吴越的手势非常严密，但或许是因为心中太过愤怒，攻势加快，急于求成，被斯科特抓住破绽反击。没错，片中的吴越很明显的下盘空虚，旋身后扫踢，出其不意扫堂腿，后招蹬腿重踹。至于劲道多大，你看吴越那痛苦的表情。太极拳是内家拳，内家拳练的是气和劲的配合。刚刚斯科特那一脚，显然直接踹散了吴越的气劲。越步高扫腿，后腿低扫膝内侧，左右挑肘格挡，再次后腿低扫踢。从刚才的几招可以看出，斯科特改变进攻路线，主攻吴越下盘，抓臂反擒，后手重拳连续砸脸。至于拳有多大力，你看吴越这无力的惨状。下劈腿普招，左右挑肘前压，横肘击肋，上劈肘重击爆头。可以看到，吴越已经阵脚大乱，开始没了章法。越步2连踢，组合直拳后拨臂压颈，下砸肘，单臂掌横扫踢。有一说一，这动作就离大谱，有顿老爷子都快压不住了。飞身膝顶，双风贯耳，这招值得提一下，是出自陈氏太极的杀招，就是用的时机有点不对。箍颈膝顶，窝心拳，抱腰后摔。讲道理，这要是在现实中都嘎了好几遍了。斯科特继续补刀，越步正蹬踹，搂膝转身手刀切，这招绝了。在斯科特即将踹中时，侧开转身，手同时搂住膝盖，成功借助斯科特的正蹬踹借力打力。不过然并卵，两人的体格差距太大，斯科特看着也就刚刚破防。右侧蹬抓腿下砸拳，下踢重腿，用的是作战学的鞋跟，所以吴越的内腿是应声而断。然后片中斯科特嚣张的样子，让小编想起来牙痒痒。相信你们也一定如此，别着急，还有第2场。甄子丹国际单来收拾他，越步前正蹬，摊手格挡，提膝正蹬踹击腹，拦臂格挡，拍手冲拳。甄子丹精准地展现了什么叫咏春的连消带打，拍手、摊手、左侧踢、前步正蹬反击。可以看出这次的斯科特谨慎了许多，招式虽然也是大开大合，但一些要害位置没有像之前一样大开中门，
甄子丹问路手严阵以待，侧弹踢佯攻，改变线高扫踢，后招高扫踢。这里斯科特先是佯攻弹踢，再变招高扫踢，最后杀招高扫踢。主打的是一个出其不意，奈何甄子丹反击速度太快，绑手、摊手冲拳、右侧踢。估计斯科特也知道甄子丹是个狠茬子，丝毫不敢冒进浪战，一直稳扎稳打。右手刺拳试探，按手冲拳，绑肘冲拳击腹，右下蹬拦截，正蹬踹击腹。注意看，之前斯科特扫踢时，甄子丹右下蹬同时出拦截，直接踢中斯科特膝关节，以脚消脚，交叉更手。抬手冲拳，过肩摔，甄子丹也是经验老辣，被摔倒地的同时屈膝卸力，过胸摔，抱头膝顶。刚被摔完的甄子丹还没回过身，就被斯科特一阵膝顶补刀，右横扫，转身标指横扫，右冲拳砸脸，正踹击颈。说实话，就这一脚，再加上斯科特穿的作战靴，这种作战靴类似于中国07式作战靴，又重又硬，来上一下怕不得当场吃席。双推掌，日子冲拳，一阵贴身快打，攻完上边攻下边，右手冲拳，跃起2连踹，转身旋风后旋踢。原本这招威力就大得出奇，再加上作战靴的加成，要了亲命了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关键时刻，甄子丹旧伤发作，斯科特邪魅一笑，逮着甄子丹的伤处猛攻，一套眼花缭乱的腿技，硬是打出来狂轰乱炸的气势。离身炸弹摔，连续足球踢击腹。刚刚那一摔的威力太大，再加上后面的补刀，感觉要不是甄子丹有主角光环，真怕他被打死。之后在斯科特的垃圾化 buff 中，甄子丹成功重启，两人打得拳拳到肉，有来有往。后来两人慢慢打出真火，打斗也顺利来到了赛点。摊手、勾手冲拳、跟手下拦，甄子丹故意露出左手舌头，反关节擒腕，斯科特果然上当，后撩阴腿，踹裆，反关节错骨。最后杀招标指佛喉，斯科特当场倒地不起。两人的战斗以甄子丹险胜，可以看出，如果甄子丹没留手，片中的斯科特估计当场吃席。我们再来了解下斯科特·阿基斯。斯科特1976年6月出生于英格兰，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柔道，对武术更是迷恋到痴狂。因为当年香港动作电影风靡全球，他对李小龙更是崇拜至极，以至于每天练武之前还会向李小龙的雕像鞠躬。他后来成名大火后，也曾多次公开宣称，中国功夫才是全球动作电影的最高指标。2001年被大佬董伟发掘，初步踏入香港影坛。同年在电影《特务迷城》中与成龙初次交手。2003年在电影《飞龙再生》中与成龙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二番战。2006年主演电影《终极斗士2》，饰演反尤里·博伊卡，凭借出色的身手和冷酷的打戏，不仅征服了观众，还赚足了眼球，成功走上了出名的快车道。还有一个冷知识，在电影《金刚狼》中，斯科特曾为现在名声大噪的死士雷诺兹担任替身，代替他做出一连串高难度动作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斯科特也算是真正的死士。2015年与硬汉吴京合作，加盟动作电影《战狼》，饰演反派大 boss 老猫，与硬汉吴京生死大战。小编相信大家绝对都有印象。2016年出演《终极斗士4》，饰演博伊卡，还因此获得上海电影节最佳动作男演员奖。2018年加盟电影《叶问4》，与两位著名打星甄子丹和吴越都有着出色的打斗戏码，出手狠辣，堪称火力全开，也就是咱们开头的动作解析。虽然斯科特在国际上已经小有名气，但是还没有多少成为主角的机会，更多的还是与各位大佬作配，连众多网友都调侃他是反派配角专业户。其实斯科特只是缺少一个机会，缺少的是一个足以改变自己以往形象的代表作。如今的动作电影早已青黄不接，像斯科特这种有实力的，早晚都会出头，成为行业的顶尖人物。现如今斯科特已经40多岁，私下里从未放弃锻炼，对自己也是严格到过分。就像他曾经说过的，想要成为他所崇拜的李小龙那样，他从未懈怠过，一直在努力着前行。我们也祝他能发展的越来越好。我话讲完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